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9月24日。咁啊，今個星期本身咧有中國近代史課嘅，但係咧前2日我就感冒，咁所以咧就停課1周。咁啊，對上嗰堂中國近代史課咧，剛好就係談到中日戰爭、第2次世界大戰。咁我就試圖跳出教科書啦，因為以往嘅教科書咧都係從中國係受害嘅角度。日本咧侵華，如何亡我之心不死？當然呢啲都係事實，但係咧似乎只係嗰個puzzle 嘅一部分啫。我就係試圖從政治經濟嘅角度解釋，就係大蕭條如何影響到日本嘅經濟，歐美嘅貿易壁壘如何影響到日本嘅經濟，導致到日本嘅文官政府係受到好大嘅壓力。咁所以喺918事變以後咧，日本嘅軍政府就抬頭啦，佢哋咧唔單止係壓迫呢個文官嘅政府，仲甚至乎咧係刺殺日本嘅首相，係成功刺殺咗日本嘅首相，然後咧用呢個嘅恐怖嘅方法咧，迫使整個日本走向軍事獨裁。咁呢一個係同政治經濟咧係即係分唔開嘅。喺918事變以後咧，整個日本嘅軍事勢力咧係極端抬頭，亦都同日本嘅經濟受到大蕭條嘅影響咧，亦都係有相當嘅關聯。咁即係呢個將近100年前嘅歷史啦，跟住90幾年前嘅歷史，80-90年前嘅歷史啦。咁但係去到今天咧，仍然揮之不去。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上個星期咧有一個日籍嘅小童10歲嘅喺深圳咧就被中國人刺殺。今年咧係第2宗啦。上一宗咧就係好彩有一個中國嘅女司機就以身擋住個犯人，結果咧嗰個女司機就不幸死亡啦。咁都係好可悲。今年咧接二連三咧有外國人喺中國受襲擊。咁啊，中國外交部咧當然咧就話呢一個係一個個別嘅事件嚟嘅。咁但係是否個別事件咧，就同整個中國嘅輿論有關係。咁我前日咧就做咗一條影片就解釋啦，中國人咧好多就係一個錯誤嘅對歷史事實嘅認知，而導致到佢嘅價值觀係有唔同嘅。就譬如話好多中國人又話日本冇道歉，日本冇對侵華呢個暴行道歉。咁咧我就係查過啦，查呢個歷屆嘅報章，包括咧以往嘅大公報、文匯報啦，台灣嘅即係香港工商日報啦，都係有晒記錄嘅。呢個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係雙方有簽署咗文件，一齊發表咗中日聯合聲明。呢個當時咧就係毛澤東、周恩來同埋田中角榮日本首相咧係簽咗道歉嘅聲明嘅。呢個道歉聲明咧就係中日關係正常化嘅基礎。咁其實雙方有同意嘅。當然我就考證咗啦，似乎個道歉聲明咧係唔夠誠懇嘅。直至到90年代咧，村山富市呢個村山談話。整個道歉咧正式用咗呢個嘅協議，同埋咧天皇咧用咗罪疚呢啲嚴重啲嚴厲嘅字眼，個道歉咧先至係比較正式。但係中日聯合聲明既然喺1972年簽訂咗啦，即係中方係同意咗對方嘅道歉，對方嘅道歉冇誠意有冇誠意都好啦，中方係同意咗嘅，亦都喺嗰個時候70年代開始咧，中方咧係接受日方係數以千億計日元嘅經濟援助。咁呢個包括咗係呢個嘅免息嘅貸款啦，低利息嘅貸款啦，無償嘅經濟援助啦，派遣專家啦，興建呢個醫院啦，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呢個同一般人嘅認知係唔同。好多中國人而家就話日本人冇道歉。咁當然日本人係有道歉，但係我認為個道歉嘅誠意係唔夠啦。道歉嘅誠意唔夠嘅情況底下，中方亦都接受咗㗎。咁呢個嘅日本人嘅道歉同德國人對2次世界大戰嗰種認知，好明顯係不能夠等同嘅。整個德國嘅教育咧，歷史科嘅教育由細到大咧就教翻希特拉嘅暴行，令到咧德國人咧係認識到當年咧自己國家、自己嘅民族係嘅殘暴嘅。日本人相對嚟講咧個教科書就輕描淡寫啦。咁但係好多人又話日本篡改教科書。日本嘅一般主流教科書相對輕描淡寫，但係咧而家我哋成日講話日本極右組織嘅教科書，其實只係佔整個日本嘅教育咧不足5%嘅。咁所以有好多中國人又係錯誤認知，話日本篡改教科書，日本有篡改教科書，但係只係極少數嘅極右學校或者極右嘅教師先用嗰啲所謂教科書，主流嘅教科書咧都唔係篡改，但係就冇好似德國人咁咧咁悔疚。對嗰個教育咧係咁嚴謹、咁正視翻歷史問題，呢個係事實嚟。但係如果講起篡改教科書日本極右組織咧
個篡改程度應該係世界上都係亞洲啦，至少係排第2位嘅啫。我相信排第1位嘅係邊啲國家呢？篡改教科書，大家自行斟酌啦。咁啊，今日講咩呢？今日講即係有啲人話我成日唔讚中國喎，咁我係有讚嘅，不過啲人係視而不見啫嘛。咁啊，今日呢，我哋讚下啦。有一個呢叫做王如一嘅人啊，王如一呢係四川新農縣人民政府呢個呢新農縣嘅常委嚟嘅。亦都係個副院長，話83年出世嘅，10年咧就加入共產黨啦。咁係博士嚟嘅，係工程學嘅博士，亦都似乎咧係歷史作家嚟嘅。喺網上咧就寫好多歷史學嘅文章。咁呢個人咧就發表一啲冷血嘅言論喎。而家咧就係俾人哋查啦。咁我就讚下中國啦。而家起碼有查。對於一啲反日嘅仇日嘅言論咧，都唔係完全冇所作為嘅，都係有查嘅。咁呢個我係讚下佢啦。咁但係即係平情地講咧，如果喺中國網上咧，你發布對共產黨不利嘅一個言論咧，你好快就會被請飲茶啦。但係長時間咧，對於網上發表一啲咧係反美反日嘅，咁啊呢個官方好明顯係默許，甚至乎係鼓勵縱容喎。因為中國個網絡長城啊，網信辦個力量係咁犀利。任何網上嘅言論呢，亦都係必然經過過濾噶嘛。但係長時間咧反日反美嘅言論咧，喺中國嘅網上係非常之流行。咁啊，即使係咁，最近呢，就係因為話要查呢個王如一啦，咁我都俾一個credit 呢個情況啦。咁呢個王如一講啲咩咧？喺網上，因為深圳小童咧個慘劇咧事件之後，王如一啊，佢自己仲着住解放軍嘅衫嘅，就話啦，殺一個小孩啊，有多大的事啊？日本啊，本子嘅美爹每日殺幾百個啦，咁啊結果都俾人鬧啦，話院長大人嗰個小孩10歲啊，佢話美爹殺嗰啲啊，好多都不到10歲嘅，咁其他啲人都反駁佢嘅，咁佢話咧冇濫殺無辜啊，殺嘅係小日本子。喂，咁其他人反駁佢咧，話抗日戰爭嘅時候，八路軍都救助日本小朋友啦，何況今天嘅和平嘅年代？咁呢個王如一話咧，我哋嘅紀律咧就係殺日本人。結果而家呢件事咧發酵得好犀利啦，日本外交部係嚴正抗議喎，中國嘅官員啊，雖然你話佢係基層官員啦，係一個新農縣嘅副院長，係個新農縣嘅常委，但係都係網上面嘅輿論嘅冰山一角。如果而家呢個係嚴正查佢呢，咁對於整治網絡言論呢，呢啲所謂嘅仇恨言論呢，係有一啲嘅用處嘅。嗱，咁即係坦白講，佢呢啲言論呢，就係非常之可惡嘅，令人發指嘅。但係最可惡嘅其實只係網上邊眾多嘅一種仇恨言論嘅之一，而中國官方呢一直係有嚴密嘅監控言論，但係都冇杜絕呢啲言論啊，仲讓呢啲言論發酵，亦都頗受歡迎嘅。坦白講啊，呢啲所謂激進言論，咁佢背後涉及嘅理論邏輯係乜嘢呢？我今日就想解釋下。嗱，咁而家呢，首先你要明白，而家10歲嘅，即係2014年出世嘅啦。咁啊，而抗日戰爭嘅結束咧就1945年，莫講話個小朋友未出世，佢阿爺都可能未出世，佢阿爺可能都係50年代，所以當年有份日本喺侵華嘅人咧，其實嚴格嚟講係佢曾祖父或者再曾祖父嗰一輩，即係90年前、80-90年前嗰一啲人嚟噶咯。咁而家呢一代人需唔需要為80-90年前嘅祖先去承擔責任咧？呢樣嘢咧係一個道德哲學嘅問題。嗱，我哋相信個人主義，現代咧係相信個人主義嘅。現代人咧係相信每一個人咧只為自己所做嘅行為負責任。咁所以一個10歲嘅小朋友，即使佢阿爸，即使而家呢一代嘅日本人，或者而家呢一代嘅德國人，佢哋係唔應該為咗佢哋嘅祖先所做嘅嘢而負責任嘅。而家呢一代嘅美國人，亦都唔需要為咗佢哋嘅祖先。西班牙人亦都唔需要為佢哋嘅祖先嘅殖民主義負責任嘅，因為嗰啲係祖先嘅問題嚟噶嘛。咁當然現代嘅政客，譬如話英國嘅政客阿貝里亞，有為咧1845年愛爾蘭大饑荒而道歉負責任。呢一種咧當然有兩個意義，第一就係政治上嘅意義啦，佢哋承擔責任譬如話而家默克爾德國嘅前總理有向呢個嘅猶太人鞠躬道歉嘅。或者以往嘅德國嘅官員總理有向德國人咧嘅步向道歉嘅，咁呢啲咧係一種政治嘅意味，就目的咧為咗透過政治嘅道歉，而係令到下一代人咧係更加平和一啲，更加咧係珍惜呢個和平
令到民族與民族之間咧更加能夠團結。咁呢種係政治操作，但係實際上咧冇一個人係需要為佢自己祖先負責任。祖先嘅行為係佢哋嘅選擇，唔係我嘅選擇。我出世喺邊個國家出世係唔係我決定嘅嘢嚟噶嘛？我點可以為唔係我決定嘅嘢，唔係我做嘅嘢負責任啊？同樣道理，即係如果你父親或者你阿爺爭人錢，你係喺現代社會冇理由為你阿爺或者為你父親即係還錢嘅。佢爭人錢，佢做生意破產係佢嘅責任嚟嘅啫。所以每一個人咧喺現代社會就係一個個人主義，我哋係一個個體，我哋唔會為人哋嘅行為做負責。咁當然有冇為其他人行為負責咧？係有嘅。譬如話我舉例，你教仔你教得唔好，咁你就會為你嘅教育疏忽咧而負責，導致個仔嘅行為咧係有偏差，咁你有一定嘅責任。但係呢個係一定嘅責任嚟嘅啫，部分嘅責任嚟嘅啫，大部分嘅責任都係你個仔自己嘅選擇嚟嘅。咁但係喺亞洲社會咧，亞洲社會就好普遍講呢個嘅家族負責制，即係鬧人咧就唔係鬧自己嘅，通常鬧人鬧老母啦，話你老母湊到你咁大都搞到你咁樣，或者鬧埋你祖宗18代。呢個係傳統咧儒家文化受到呢個易經後來咧變成咗道家文化太平經嗰種咁嘅講法，所謂積善之家就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就必有餘殃，就家族負責制喎。咁但係咧喺現代社會咧，呢個家族負責制咧其實就係唔講道理，亦都唔講文明嘅因為所謂報應咁，其實係古代未有法治社會之前一種嘅自我解釋、自我安慰嚟噶嘛。但係而家亞洲社會，譬如話韓劇咧，都經常有話呢個嘅父債子還嘅。喺日本亦都有嘅，譬如話個仔做得唔好，個阿爸咧、阿媽咧就要鞠躬道歉要認罪認錯，要討下座，經常有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咧，從個人主義角度，呢個王宇一咁仇恨日本人，而家有好多中國人仍然好仇恨日本人。佢哋應該就仇恨嗰一代嘅日本人嘅，就唔應該仇恨而家呢一代日本人。當然你就可以討厭啲日本嘅政要，佢繼續參拜靖國神社或者佔領釣魚台，咁你就係討厭嗰啲嘅政要啦，係咪？而唔係討厭整個民族啊嘛。將問題咧由個人上升到去家族，再上升到去民族，呢一種咧係一種不講道理嘅一種做法嚟。咁講道理就係個人負責制啦，係咪啊？因為冇一個人需要為他人所做嘅事情而去負責呢個道德上嘅責任呢個因為咧所謂負責就係一種自由意志嚟噶嘛。你係咪嗰件事係你自己決定嘅？係咪你深思熟慮所做出嚟嘅？然後你就為嗰件你所做出嚟嘅事情去負責，呢一種咧叫做自由意志。咁如果祖先所做嘅嘢唔係我自由意志所左右到嘅，我如何為佢負責呢？我點樣為佢負責呢？係咪？咁呢樣嘢係講唔通嘅。咁呢個咧再衍生到咧第二個問題啦。咁就係國泰喎，國泰咧搭飛機嗰個咧問題咧就係變成咗全球新聞啊！英國嘅報章 BBC 又好，獨立報又好都有報道啦。咁國泰變成咗全球新聞，個原因係咩呢？即係首先咧搭經濟位係好逼啦，大家都知道啦，又有長途機，香港飛英國飛13-14個鐘，咁非常之擠迫嘅。咁話說有一個內地嘅女子，咁就係由於個座位挨後，因為咧個座位可以內置可以調校挨後嘅，咁佢亦都有權利挨後嘅，呢個事實嚟。咁咧就令到後邊嗰對夫婦咧就非常之擠迫，話睇唔到電視，然後就鬧交啦。鬧交起上嚟嘅時候咧，後邊咧就不斷攞腳按前邊啦，做得好唔文明、好唔禮貌嘅行為啦。咁呢個當然係惡劣啦，喺影片上面睇到咧，後邊嗰兩個夫婦咧，港人夫婦的而且確態度係非常之惡劣嘅，仲指鬧佢話佢大陸女，啲大陸女係咁樣噶啦。嗱，一將呢個嘅是非嘅問題咧，拉到係身份嘅問題咧，呢個就唔講道理啦。所以我就話咧，而家網上咧就有好多輿論係唔講道理噶嘛。當年咧呢個嘅非洲就出現咗種族大清洗呢個嘅胡圖族同圖西族咧就有種族大清洗，因為互相咧就稱對方嘅民族係非人化。你一旦咧稱咗對方嘅民族係非人化咧，你當佢唔係人啊，係曱甴係蝗蟲。咁你就唔需要講道理啊，因為曱甴同蝗蟲咧係害蟲嚟噶嘛，就唔係講道理喎。而家中國喺網上都仍然有好多呢啲噶，稱黃絲做黃曱甴，咁呢一種咧，或者係稱大陸人做蝗蟲，咁呢一種咧就係一種唔講道理嘅非人化表現。所以一旦你將嗰個事情嘅對錯，佢挨後啱唔啱，就係衍生到變成咗大陸人，
然後對方咧就衍生咗認為你係歧視，咁呢個咧就變成咗非講道理啦。咁我而家試圖同大家講道理，喺飛機度咧佢有權可以挨後嘅，咁但係如果你挨後長期挨後嘅話咧，佢話又唔係用餐時間，你憑咩要我妥協啊？空姐咧就叫佢將個座椅不如一人讓一步啦，拉翻向前啦。咁啊，如果你挨後咧，對方啊真係隻腳係冇辦法放置，亦都睇唔到電視啦，睇唔到電視事少啦。如果隻腳長啲嘅，隻腳根本係冇辦法放置啦，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啦，就係你有權同埋你用到盡係兩件事嚟喎。咁當然我哋好多時候有權嘅，譬如話喺英國咁過馬路，行人永遠有優先權，單車永遠有優先權喎，揸車係最要即係禮讓噶啦喺英國。咁當然喺亞洲唔同啦，喺台灣行人係可能係最卑微嘅，揸車可能個權最大嘅。喺台灣即使係斑馬線咧，嗰啲車咧都唔讓嘅，永遠咧都衝過去嘅，你就要好小心。亞洲都普遍有咁嘅情況。咁你有權咧，唔代表你要用到盡嘅，即係你行人或者單車你可以有優先權喺英國，但係咧如果你喺個馬路上邊橫衝直撞，又或者咧係完全咧唔讓一樣嘅，咁其實會造成咗雙方衝突嘅機會增加。咁所以有權咧，你都要話顧念一下對方嘅感受，呢個就係人與人之間咧相處嘅道理。你係要顧念嘅，當然顧念係人情，唔顧念係道理啊。所以嗰個喺大陸嗰個女子小紅書投訴嗰個，佢話佢唔會妥協，因為而家唔係用餐時間啊嘛。咁呢個佢係有咁嘅權，但係問題佢長期挨後咧，就會冇考慮到後邊嗰個人嘅感受，呢個就必然會製造衝突、擴大衝突嘅一個必然結果嚟。咁當然啦，喺後邊嗰個人又話，你挨後我咪可以摁腳咯，然後咪可以撞翻你前面個座位咯。咁呢個就係將衝突不斷升級嘅結果咯。因為佢挨後，而你啊將隻腳踏喺佢前面，推翻佢上去，咁呢個衝突必然係會升級嘅。咁所以呢個令我諗翻譯書嘅講法。譯書咧，我喺網上睇到咁啊要求證下係咪真正嘅譯書所講。即係我網上見到譯書就話，為咗要令到將來自己搭飛機空間大啲，可以坐到頭等位或者係商務位，就要努力啲工作。所以咧，坐頭等位或者商務位就係用貴啲嘅價錢換嚟咧良好嘅空間，避免咧減少咗衝突。即係坐經濟位衝突必然係會容易嘅，係咪？你打乞嗤，隔離嗰個人一定係會聞到嘅。你放個屁，隔離嘅人一定係聞到嘅。咁所以係啦，咁即使咧未必有能力坐經濟位以上嘅位置，其實都可以早啲 book 位啦，係咪？早啲 book位或者加錢，有啲飛機咧可以加錢咧坐經濟位嘅第一排，咁啊加相對少嘅錢而換嚟好啲嘅一個感受。咁當然有啲人話前邊挨後你咪可以再挨後，咪有空間咯，咁都係嘅。咁但係問題係不斷每一個挨後挨到最後嗰個咧，最後嗰個貼住廁所位冇得挨後嘅，通常都係咁呢個亦都係造成一個問題。咁所以關鍵就係有權唔代表係可以用到盡嘅，一定係要互相顧念咧，個社會先會更加和諧。好啦 ，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今日講咗兩個道德哲學嘅問題一個就係個人負責制，係關鍵係自由意志；一個咧就喺社會上面咧要係顧念。如果避免呢個嘅衝突，因為唯一嘅方法就係要加錢啦，利用經濟嘅力量去解決空間嘅問題咁呢個其實亦都係 Michael Sandel 咧好核心講嘅理論咧 ，What money can buy， 其實錢就可以解決到好多問題嘅。不過左派就唔認同anyway 有機會再分析，但可以再深入啲講。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咁最後咧亦都宣傳翻個活動啦，因為咧我呢個嘅台灣旅行團咁而家相當多人報名噶咯，咁所以喺12月5號至10月15號至10月19號，咁又有一個台灣5日4夜嘅旅行團，詳情咧喺留言區咧就有嘅，大家可以撳去睇睇。OK， 8800蚊港幣，9月30號前報名，9月30號之後咧就收翻正價。多謝大家，拜拜。